Hello，大家好，我是夏天。那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第3讲内容：4大女性分类，对症下药。其实很多人在前期去追求女生的时候，甚至在吸引女人的过程，其实都是在用一种套路对所有人。当你用一种套路对所有人的时候，就会死一片，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4种不同类型的女生，每一种女生它都有特点，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女生要采用不同的策略。如果你用一种方式去对所有女生的话，就会只能吸引其中一种，而其他的就会被你筛选掉，好吧？所以呢，这一节的内容呢，是我们要去提高我们的恋爱思维认知，去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4种类型的女生，然后去认识她们。然后在你们自己去接触女生的实际过程当中，你就能够知道她是这4大类型当中哪一种，然后应该用什么样的套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策略去应对她，然后拿下她，好吧？来跟着我们的思路来往下看。首先呢，第一部分内容，女性分类指南。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讲我们介绍4种不同类型的女生女人按照开放度分为4个等级，从 A 到 D。那4种类型的等级， A 级是最高级别， D 级是最低级别它的开放程度。 A 级呢是放荡女、诱惑者，你可以理解为是玩家，还有这种浪女、绿茶婊，还有这种渣女是社交等级最高的，也是开放度最高的，善于伪装。通常这类女人都是长得非常好看的女生，拥有非常性感的身材，然后有很多很多男性朋友资源，非常的有诱惑力，非常有魅力。基本上正常男人看到这些女人都会喜欢上，迷恋上她们的脸蛋和身材。而这些女人呢，就非常聪明，懂得利用自己的这种优势来去占男人的便宜榨取男人的价值，把男人当作凯子，甚至玩弄男人的感情，利用男人。第2种 B 级呢，称之为寂寞的女人。而这类女人呢，就她没有那么的优秀，这个优秀指的是她没有那么好看，身材没有那么好，可能一般可能一般。但这类女人呢，其实她们在这个社交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很多的异性她们呢也内心比较浪荡。就 A 级你可以理解为是她们是这个明骚B 级可以理解为是闷骚但是女人呢都会立牌坊，都会去说自己其实是好女人，对吧？所以不要轻易去相信女生说什么，而是看她实际的生活，看她实际做的一些行为。寂寞女人呢，通常都寂寞难耐，害怕一个人，对吧？难以忍受孤独，难以忍受寂寞但凡是一个人空虚的时候，就想去找一个陪伴者，甚至找一个玩伴。所以这类女生呢，只要有机会，那么通常就比较容易拿下。那 C 级女呢，是属于正常女孩了，有着正常的价值观，属于好女孩，相信感情的。像放荡女、诱惑者这种玩家她们是不相信感情的。AB 是一个阶层， CD 是一个阶层， D 级就是属于我们的处女了，没有任何和男人实际身体接触过的行为，对吧？非常的单纯这个单纯指的是这个对感情上的单纯对感情上的单纯。然后我们如何去分辨这4种类型的女生呢？去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叫什么？叫浪女信号。通过浪女信号这个工具，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女生是否是浪女，就是不是 AB 女。如果是的话，那么就可以确定下来，不是 AB 女，那么她就是 CD 女所以我们通过浪女信号去判断你认识的女生，你接触的女生，她是 AB 还是 CD， 是吧？ AB 为一类， CD 为一类。那么长期关系呢，我们要找 CD，
至于短期关系呢，就你只是想去占有他的身体，你只是想去跟他玩玩，那 AB 就再适合不过了。就是酒吧里面玩的这些女生啊，是吧？夜场这种女生，她们是非常爱玩的，而这种女孩呢，她们是不相信感情的，她们也不想去谈恋爱，而且她们本身也不适合谈恋爱。好，那我们来讲这个浪女信号。浪女信号呢，一共有10条。第一条呢是女性社交认可低下。这个女性社交认可低下指的是说，正常的女生，拥有正常社交圈的女生，会因为面子的问题远离这些女生，因为这些女生她们的生活是不断和很多不同异性男生接触的，然后经常是这个早出晚归，甚至经常是这个浓妆艳抹可能他们在这个一个地方的名声不是很好，再或者说这些女生呢，她在外呢就是给人的感觉就很浪荡，所以正常女孩是不会愿意去跟他们做朋友的，因为跟她在一起意味着你也是同样浪荡的女生，所以他们的女性朋友较少，通常都是和自己那几个臭味相同的姐妹一起相互去协作，可以这么理解。那正常女孩呢，有正常的社交圈，所以她们会比较讨厌这种女生，而这种女生呢，表面上光鲜亮丽，那实际上呢，就生活一团糟，家里呢可能很邋遢，家里可能很乱。所以你们看到的女生浓妆艳抹的这些女生，表面她可能很漂亮，身材好，但实际她的生活可能很乱。所以你要去通过判断她身边的朋友，看她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一种类型。她如果身边的朋友都是浓妆艳抹的，跟她是一样的，那这种女生她就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她的圈子就是这一样的高颜值、好身材，然后浓妆艳抹的圈子。那正常 CD 女的话，她就是不会浓妆艳抹，也没有那么的精致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好看的女生都会和好看的女生成群结队。为什么？因为她们是同一个圈子的。第二点，男性社交认可度高，经常是以男性社交为重心。这点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们有很多男性朋友，而且他们的重心是在男生身上。他们为了去从男生身上获得自己想要的，那么他们有很多的资源，拥有很多资源，他利用自己的身材和美色去吸引到那些喜欢他的男生，然后从这些男生身上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无论是物质还是金钱。所以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追求者当然里面也不缺少绿茶也不缺少绿茶，专门从男性身上榨取价值的，还有一些是呢这个寻找这种高富帅、钓凯子。所以他们的生活都是以男性社交为主的只有男生约他可能会出去就算是女生约他出去，也是会有男生在的这种社交场所，他不会单独和女生出去怎么样，很少。然后第三呢是双腿的站姿或坐姿无意识的分开，就是说一个人他的这个腿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女生的级别。结过婚的女人，她双腿站在一起，她的这个大腿内侧是并不拢的她是可以塞下一个拳头的。而处女的话，她双腿站直，她的这个大腿内侧是非常紧密的，非常紧密的。而正常结过婚的女生，她的这个大腿站直，她是不可能双腿内侧的她是不可能会紧密，因为这个东西就无需我过多去阐述了，对吧？它是因为生理的结构导致的，就长时间的这个和自己的男朋友长期和自己的男人去这个 make love 的时候，就是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导致的他的这个生理的一种病变。就像一个人如果经常背包，对吧，他老是背左肩的话，那他这个左肩就会特别低。所以通过这个站姿、坐姿、大腿内侧的这个距离就可以看出这个女生她的这种她这个开放度就可以看出来。然后这个是我们说站着坐着无意识的分开双腿嘛，她经常分开双腿，她就会无意识的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可以理解吧？第四点，社交场所会主动的去 Kino 不同男性，与此同时很少 Kino 女性。这个 Kino 是什么意思？就是进挪的意思
因为他经常和男性社交，因为经常和陌生男生社交，所以他对陌生男人非常的熟悉。然后呢，在面对男生的时候，尤其是陌生男生，非常自信，因为他们对男生的掌控力是源于他们不断社交经验的累积。所以他就像男人一样，经常出来的玩男人，他会去占女生的便宜，而这些女生呢，她也会去占男生的便宜，甚至用这种行为去勾搭男生，勾搭男生。但他并不会去触碰女生，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男生。第5点，表情很丰富，很会微笑，偶尔会皱眉，在娱乐场所喜欢抽烟就这种女生，她们的表情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看出一个宅男跟一个情场高手，他们的表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你可以去观察你身边的朋友他们的表情同样一个浪女，同样一个心机非常高深的女生，她们的表情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会撒娇对吧？会装可怜会卖萌会眼神挑逗是吧？会楚楚可怜，她都会通过面部表情去呈现出来，或者说面带微笑的去诱惑你，勾搭你。而且他们经常出入酒店夜场、酒吧喜欢抽烟。那第6点，表现欲很强，会主动带领话题，煽动气氛。AB 女嘛，他们喜欢玩，那玩一般去哪里玩呢？对吧？晚上一般去哪里玩？酒吧、KTV 是吧？这种夜场嘛，是吧？玩什么？喝酒、玩游戏，和不同陌生男人玩，所以玩多了会有各种游戏，然后呢，这种表现欲会非常强，然后因为玩多了会带有强大的社交能力。就像我之前经常组织群聚会，我去带领大家玩游戏控场，那么我是那个带动全场、带领话题、煽动气氛的人，是因为我经常组织群聚会，因为我经常带着大家玩，带着大家社交，我具备这样的社交能力。如果是我第一天去参加群聚会，那我一定是非常害羞，坐在那里看着大家玩的。所以通过这个行为表现就可以看出这个人他非常老道，他经常出来玩，他玩出经验来了，可以理解吗？第7点，亲密距离无排斥现象，就是说在酒吧里面，我们要去搭讪一个女生，看到一个好看的女生，我们上前直接拉着她，她会过来，直接拉就可以拉到我们的卡座上面去。甚至我们去和陌生女生刚见面去搂她，对方都不会有任何排斥现象。就是这些女生她经常和陌生男人不断接触，不断的去在这种夜场环境被这种陌生男人去勾肩搭背，甚至是搂腰，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行为，所以不会有排斥现象，并且他到了新的场所会像我们男人一样到处寻觅漂亮女生，他们是寻觅高价值男，这个高价值男就是有钱的男人因为他们的目的是非常单纯的。第8点，经常会用手势让男人过来，经常会让男人做一些小的事情这个是使唤男生已经使唤习惯了，知道吗？使唤习惯了之后，他才会经常会让男人做一些事情。然后第9点，谈到性话题会很兴奋，虽然有些时候会显得不感兴趣这里指的是说，你要去跟他聊性话题，他会很开心，但他嘴上会说一套你们不要说这样污的话题了，对吧？有女生在，你们不知道吗？但实际上他的情绪是开心的，是吧？你要去跟一个 CD 女去聊这个东西，他立马就是厌恶的眼神发过来，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交场所会频繁的回避接电话或者回短信，因为好友太多了，男性追他的人太多了，所以有些时候信息是不方便让你看到的，回信息都会手机背对着你，接电话呢可能会出去接就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的备胎。所以通过这10条浪女信号，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魅力，其实非常好理解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一个浪女然后他会不会玩，他有没有魅力。然后我们来通过这个数字化分析系统来去判断浪女。0到3条视为标准误读，4到5条引起注意拉响警报，然后附加一条非正面测试。你看女性朋友少，然后经常是以男性社交为重心，是不是然后表情很丰富，很会微笑
那假设是这3条的话，那我们呢就说这个视为标准误读，因为还有一些其他这个可能性啊，说明他可能确实是这个宅啊之类的，或者说他这个确实跟女生相处的不好啊之类的，对吧？然后可能他是这个学艺术表演的，或者说他是什么情况，对吧？主持人之类的，他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会存在标准误读。但是4到5条就要引起注意了，拉响警报。拉响警报之后附带一条非正面测试，什么测试呢？就是说网络交流或者短信交流的时候，就是你微信跟他聊天，他话回的很少，然后都是比较敷衍性的回复，但是呢又不愿意掐断话题啊，就是你跟他聊他就跟你聊，但他不会主动来找你，然后他也不会主动给你发消息啊，就把你吊着啊。如果6到8条视为浪女，理性的去判定，无需做任何解释。8到10条呢就是极品浪女了，大胆的可以尝试禁诺、亲密、性邀请，是不是？你想一下，达到10条，达到8条，这达到8条就相当恐怖了。没有朋友，没有什么女性朋友，对吧？然后经常都是跟男人在一起的，然后双腿的站姿或坐姿无意识分开，经常和男人发生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现。然后社交场所会比较主动，然后会主动戳破男生，会主动去和男生聊天，表情很丰富，是吧？有表现欲很强，会带领话题煽动气氛，这么会玩，是吧？亲密距离无排斥现象，这已经浪到家了，是吧？会用手势让男人过来，经常让男人去帮他做一些事，帮我拿一下这个东西，帮我干嘛去，对吧？过来接一下我之类的，都是来去让男生服从自己。达到8条，理性判定啊，理性判定就可以了。那如果是10条全满的话，就是人间浪气了啊，这种就是非常非常浪，非常非常浪。那如果说他没有达到这个5条以上，他只是占据2、3条、3、4条，那他就是什么？那他可能就是正常好女孩啊。他达到了6条以上，那么他才是浪女啊，才是可能是诱惑者，才可能是这个寂寞女，是吧？这个指数呢越高，代表他等级就越高。10条全满，那肯定就是绿茶婊，那肯定就是玩家了，不用说的啊。然后我们来去判断了这个浪女信号之后，有4种类型的女生，你们在生活当中就可以判断出来啊。反正不是 AB 女，她就是 CD 女嘛，对吧？不是 CD 女嘛，她就是 AB 女嘛，很简单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类就是酒托啊，如何判别酒托的问题？因为我们去玩社交软件，你去认识女生，难免就会遇到一些托之类的，如何避免？那首先第一点就是认识的途径的问题。如果你经常玩陌陌或者玩附近的人的话，那你在这种途径方便邀约，这个情况才会容易去遇到酒托，因为酒托它是有店面的，无论是酒托、饭托、咖啡托，它都是有个店在那里的，所以它要在这个店的这个方圆公里之内去搜索可去利用的人或者上钩的人，所以你一定是通过这种附近的人去认识的。那第二个就是关于邀约的问题，他会主动来约你哦，或者说你约他，他会非常爽快就答应赴约，是吧？尤其是那种长得特别好看的女生，就你平时你会发现这种女生是她需要聊天，她需要过程的，像这个预约就约出来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啊。第3点就关于这个见面的问题，那见面之后他的本人跟照片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因为他们是一个组织聊天的人都是男人去聊，然后有一群女生专门就是说，哎，你去见这个男人，你去见那个男人，所以他们的照片跟本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只在指定地点见面，只在指定地点周围逛。如果说你去约他，你说，哎，我们在什么地方见，他说不去你来找我可以这种行为的，然后主动提出去哪里消费要不他会带你去逛，逛了回之后他会说，哎，这里有一家咖啡厅，我们去里面坐坐吧，或者有一家饭店我们去吃吧，他会用这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带你进去然后让你去消费，然后你说我们去什么地方吧，他说我不去，太远了，或者我不喜欢，反正他就不去你指定的地方，他就要带你去他指定的地方，这就是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第4点就是狂消费狂点东西让你买单，然后最主要的是价格是普通消费的几倍，这是几10倍以上，那一定就是托了一定是托。那我们如何去辨别呢？其实就很简单，你在附近
去认识女人没有关系，然后邀约一定要就是约到你这边来，或者选择一个折中的地方，尽量不要在他那里去啊。见面的问题呢，就是说啊，你去带他去你指定的地方消费，不要去他指定的地方，就不会存在被拖骗的问题了，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点。然后你自己控制消费地点，你自己控制消费的这个点单，你不用去问女生喜欢吃什么，你就问女生你不喜欢吃什么，你只要点她不喜，你只要不去点她不喜欢的就可以了，非常好理解啊。然后第5点，如何去辨别女玩家？因为女玩家嘛，说白了，我刚才说了，她亲密距离是无排斥现象，她全都是假的兴趣啊，假的兴趣就是玩家嘛。她首先第一个，她要诱惑到你，你的这种亲密接触，你的这种靠近，她无排斥，她为什么不拒绝呢？因为她这个是钩子啊，她让你有一种错觉是她喜欢你，她接受你，但这其实全都是假的兴趣。那第3点，她表情很丰富嘛，这个在《浪女信号》里面其实也讲过，善于伪装，对吧？刷心疼，就这种女生啊，玩家她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她会给你编故事，她会给你讲自己多么多么的悲惨，她会给你讲自己过去的这个惨不忍睹的情感经历，然后去骗取你的心疼，是吧？然后去说这个世界上男人多么多么的多么的这个不可信，然后说自己多么的惨，受到这个男人的欺骗等等。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女生她的一身都是名牌啊，喜欢名牌的包，名牌的化妆品，然后她的朋友圈呢都是跟虚荣相关的啊，晒各种包啊，晒各种衣服啊，晒各种名牌啊，晒各种酒店下午茶呀，晒各种这个旅游足迹啊，是吧？反正朋友圈一看就是一个天天到处玩的人，好像是很有钱的白富美一样，这种就是女玩家，好吧？第6点呢是不相信感情啊，不相信感情是他们的特质啊。如果他们相信感情的话，他们就不会出来这个玩弄感情，就不会出来玩弄男人了，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感情啊。至于为什么，那这个我们在这里不深究。第7点，榨取男人的价值啊，这个才是重点啊。辨别女玩家呢，其实很简单，你如果不是很有钱的男人，女玩家你是遇不到的。假设你条件还可以，是吧？比如说你开个这个40-50万的车，是吧？然后你的工作收入也还可以。那么这个时候你要隐藏你自己的价值，或者说你可以展示你的价值，但是女生跟你提钱的时候，你要告诉她，你说我只给我女朋友花钱，是吧？然后等你成为我的女朋友之后，这我才会给你花，而且这个花多少是你说了算，好吧？而不是说一开始就去跟她在一起，然后去给她买什么东西。在女生没有喜欢上你之前，是吧？你不可以去给女生盲目的付出，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专门判断女生兴趣的兴趣指标，我们可以去判断女生的兴趣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啊。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会员课程里面都有讲到，好吧？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然后第6个部分是按女性分类。那在这个世界上呢，就不同女生有不同的需求，男人也是一样。我们说有喜欢去酒吧的，有不喜欢去酒吧的。喜欢去酒吧的男人呢，可能就是找女人的男人；那喜欢去酒吧的女人呢，就是找男人的。那找男人呢，可能就是找男朋友、找结婚对象，也可能是找男人，对吧？解决生理需求的啊，这个我们统称为找男人，是吧？啊，找男人呢，基本上就是说找女朋友找男朋友或者找这个老公的会比较多，是吧？这类女生呢，就是她们的需求是很明确的，她会跟你说她想谈恋爱，她会去找想谈恋爱的男人，而这类女人呢，就是她们不会频繁的上这种交友软件，她一旦找了女朋友，她一旦找到男朋友之后，她就不会再上了，是吧？那还有第2种女人呢，她是这个出来玩的女人啊，我们称之为这个女玩家。就骗吃骗喝，对吧？就喜欢出来玩，是吧？就喜欢出来玩。然后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异性朋友，然后呢，他们也有固定的这个暧昧对象，也有固定喜欢的人，但他们就是说寻找快乐，寻开心的，就像我们很多人喜欢喝酒一样。你为什么喜欢喝酒？因为喝酒开心啊。你为什么喜欢去跟朋友玩？和朋友玩开心啊。这些女生也是一样，她们出来玩的目的是寻开心的。比如说什么地方有局他就去
啊，一个晚上转好几个场啊，你会发现这种女生她到处玩，但是呢，她接触男人也多，她接触男人多了，她的性需求就低了啊。而第一种呢就不一样，她有需求，她有找男人的需求，她不喜欢玩啊，她就想找个男朋友或者找个老公，或者她就想找一个这个人解决她生理问题啊，所以这个她就需求就非常明确。我们要去找的类型就是找男人的这种女生，她们这种类型的需求。如果说你要想找一个玩的话，你的圈子跟他们的圈子也不一样，首先你也不是很会玩啊，这种爱玩女生她也不愿意跟你玩，因为你无趣，你没有特别有意思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榨取价值的，是吧？找男人去给自己买东西的，找男人为自己投资的啊，找男人给自己花钱的。那如果你不是很有钱的，那你也不会列为他们的目标啊。但是有这样的女人存在，就是这三种需求是不同女人所呈现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去找什么样的女人呢？就找男人的这种类型的女人啊，她找女朋友是吧？她找老公啊，她想找男人去解决生理需求，那你对应这种女生就够了。而这种女生呢，她是愿意跟你聊天的。第二种出来玩的女生，她不愿意跟你聊天，她就出来玩，你就直接约我出去玩就行了，她懒得跟你聊。那第三种呢，就上来就会去筛选，看你有没有钱，她有钱跟你聊，她没钱，你看你没钱，她不跟你聊。所以这个我们就找第一种就对了啊，她会跟你去聊情感，她会跟你去聊她喜欢什么样的男人，然后她会去问你，对吧？你的一些这个情况，然后你怎么分手的呀之类的。所以找男朋友这种找男人找老公的这类型的女生，就是我们精准的目标，好吧？精准目标。所以你们不要把目标找错了，你们不要去找那种浪女啊，天天出来玩这种浪女，你们搞不定。你也不要去找这种玩家，天天去榨取男人价值的，你情商不够，你还玩不过他。你就找那种普通的啊，长得还可以的，也不算丑的，对吧？还过得去的，但他呢就找男朋友的，你呢也找女朋友，是吧？就这种女生就最匹配了，好吧？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女生的这个类型啊，女生的类型。下节课呢，我会告诉大家100%可以成功邀约出女生的方法，好吧？第4节课，请找助教领取啊。同样告诉助教这节课你领悟到了什么内容。那我们下节课不见不散。